你回来啦？回来了。哦，你这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在一个宝库里面看到的，觉得还不错，就带回来给你玩。这应该不是个单纯的镜子吧？这个怎么用啊？这面镜子只要有灵力，即便两面镜子相隔万里，也能看到对方的状况。可惜画质没有手机的清楚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很喜欢。撒谎，不喜欢就碎了。啊，你干嘛呀？我喜欢，你还我，这可是你专程给我带的礼物，你给我。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这便是大谢礼呀。我要澄清，这个不是感谢。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就是形容两个人心意相通，互相倾慕。不是男朋友，是什么？用你们这里的话说，就是……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廖天燕，猪脑，猪脑。暴躁的祖宗也有像只小猫的时候啊。
你觉得呢？这是谁呀？这派头比我们几个宫都大，说不定是什么大弟子啊！哎呀，别去理他。好香啊！你想吃什么就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板，您不是说咱们是去杀人吗？怎么带我来团建了？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。你不是饿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方才你咽口水的声音吵到我了。所以是因为我馋了，特意带我来吃东西的。谢谢老板。原来祖宗还有体贴细心的人设啊！看来他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吓人的嘛。赔钱，赔得起吗？还请息怒。你们这些小小门派，我好像听见我师傅的声音了。天之宫的花宴已经是3生有幸，竟还如此不长眼！放肆！我清谷天再怎么籍籍无名，我师傅也是一派之主，怎容你这般侮辱？白竹，师傅，真的是你？师姐，庭砚徒儿，怎么着？还叫帮手是吧？啊？师傅师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师姐，这天之宫的弟子醉酒，自己撞到师傅身上，弄洒了琼浆玉露，竟污蔑是师傅所为。谁醉酒了？啊？不就是瓶酒吗？我赔你，多少钱？这琼浆玉露值灵石100颗。我分去。满口胡言！你这小小混账弟子，耍我是吧？简直是找死！怎么回事啊？那人谁啊？好高的修为啊！老板，师祖，真的是师祖。我随师父迎慈藏道君出关时曾见过。弟子见过师祖。庭砚徒儿，还不快办！庭砚徒儿，看你顺利出山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之前见师祖灭了诸多弟子的命灯，为师担心你。如今整个仙府都传师祖对你宠信有加，此话可当真？没有没有，我跟师祖可没有那种风流韵事啊。那师祖为何如此厚待你，竟当众护着你？可能我能给师祖解闷儿。为师只怕你四体不勤，又天资愚钝，拙口笨塞的。师傅，你现在骂人可真够高级的。这万一要是真的触怒了师祖，被灭了命灯，不如还是找机会跟师祖请辞，回清谷天修炼吧。啊？
师祖。师祖，廖廷彦是你派来我身边侍奉的弟子，我未曾开口，你便替我做主。师祖恕罪，弟子不敢。师祖啊，我师父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是你想要赏赐？弟子不敢受赏。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弟子恳请师祖，若是廷彦徒儿有侍奉不周之时，请您宽宏大量，饶他一命。师父，不允。倒是可以赏你们4条灵脉。啊，这么多！一口气赏了4条灵脉，不愧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倾国天这个小小门派，以后怕是要赶上我们月之宫了。谢师祖赏赐。灵脉，也并非越多越强便好。譬如白鹿崖的灵脉，不是你等有福消受的。白鹿崖的灵气滔天，不知师祖这话是何意？白鹿崖的灵脉，于司马氏族人是良药，对其他人来说是毒药。若他人用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修为越高越危险。公至合体，一旦运功，必死无疑。师父，你放心，师父才对我。这司马娇竟然真的看上了廖廷彦，只是他既不动手自杀，也不出卖我的身份，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老板，我虽然不会修炼，但最近身体有些变化。可能是因为吸收了白鹿崖灵气的原因，我会不会有事啊？应该会吧。会。那我会死吗？你离合体期还相隔甚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没有什么修炼天赋的，看来人才也是一件好事。回去。老板，您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去杀人的吗？是啊，可你方才吃了那么多，若是见我杀人呕了出来，岂不是坏了我的兴致？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刚刚在花宴上也是，不仅关心我，还关心职工家属。我现在总算是看清楚了，这祖宗是个妥妥的口嫌体正直，不应该叫司马娇，应该叫司马娇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您对下属真的是关怀备至，体贴入微，我对您的感恩之心有。闭嘴。司马娇竟说那灵脉堪比毒药。公主，您如今功成几许了？我昨日刚至合体。那您有运过功吗？幸好未曾。公主，有无可能司马娇是故意恫吓我们的？他若知晓我们拿了白鹿崖的灵脉，暗自修炼，他为何不直接杀了我们？他出山之日血流成河，可是毫无顾忌。司马氏的血凝花，都需喝过凤山之血方可食用。白鹿崖的灵脉如此，也不足为奇。那公主，眼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？近来，宫中已有几名修为高的弟子步入炼虚，若此事为真，恐怕他们接下来
也会有异样。我们是否需先提醒他们，近日先不要用灵脉修炼？不，先稳住其他弟子，莫要声张。若司马教所言为真，他们可为我做着马前卒。师祖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正要去找公主。公主，这几日接连有宫中弟子在练功之时走火入魔，变得魔怔痴傻。他们皆是我宫几百年来修为极高，已然修成炼虚的弟子啊！一直炼虚，下一步就是合体。看来司马教说的没错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行，我去找石掌门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石掌门，师氏世代侍奉师祖，恐怕如今只有你能救我。哎，田公主，你我感情深厚，这个忙我一定要帮的。这样，你且回去等待消息，我即刻便去白鹿崖。谢师掌门。天无涯呢？天无涯他一大早就去寻诗千缕了。天无涯真是诗千缕的一条好狗，诗千缕那个老东西定会来为他求情。那我们要去见诗千缕吗？我才没这兴致和那老东西你来我去的猜哑谜。走吧，我们叫上庭燕一起吧。他一个魔域的奸细，比仙府之人还要正派，又见不得血，还是外教。师祖，其实我也很害怕看到尸体的。你跟了我几百年了，这点障眼法都看不出来吗？障眼法？莫非那些天之宫的弟子，并没有真的走火入魔，而是师祖您为了震慑住天无涯所制造出来的假象？来人！人呢？你疯了你！若不是公主你盗来白鹿崖灵脉，我们也不会至此颠地。胆敢妄言，还要杀我！求师祖饶我一命！晚了。司马教，你欺人太甚！妄图用凡间功法打败我，你窃取我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想必你现在的修为比我低不了多少吧？若运功用灵术反击，还能与我有个来回，怎么不用？
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。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宫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宫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八大宫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，八大宫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宫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！不是！死了！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乐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从此，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无
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下火苗救我！看。 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哼哼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 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，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。 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。 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，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接人伤罢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 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 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？ 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，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。 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 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？
我想去看看入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坐着蛇兄偷偷去见入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。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8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8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8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施千旅吗？施千旅，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魂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施千旅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封山灵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8大宫只是提线木偶，施千旅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施千旅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那我们就从施千旅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施千旅的伪装而已，他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这么舒服的员工宿舍，上哪儿找啊？办公环境跟景区似的。有这等美貌，要是梳个美美的发髻，换个漂亮的衣服就好了。这么贴心的吗？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还有客房服务。这傀儡人不就是机器人吗？这皮肤质感跟真人一样。你们能再帮我拿点首饰跟鞋子吗？给不给拿呀？终于明白什么叫快活似神仙啦！恭喜公主，暗雪和谭木影入选，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未曾想那个奴隶出身的叶入灵，竟也入选了。叶入灵虽不比暗雪，但在魔域来的那批俘虏里，算是最有天赋的。
他会是我们的第2处筹码。穆尼生资质出众，定能完成公主的任务。不愧是公主的妹妹。西月和婉清2位小姐竟一同入选。一旦有了司马家的孩子，我们便能把灵火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到那个时候，只要杀了司马娇，我们便能取而代之，成为这仙府之主。有人吗？嘿，这儿不错哎，地势不高，离中心塔不近，不会有同事来串门。在这儿铺一床厚被子，豪华大床房。哎呀，阳光也这么充足，比我之前租的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呢。这个乾坤袋虽然品级不高，但补给日常用度绰绰有余了。徒儿切记，进入三圣山，不可与人结怨，只管本本分分的做人，事事不强出头。师傅呀，师傅，我不是出不出头的事儿，徒弟我差点出殡了呀。你好能装啊！小小的乾坤袋，大有乾坤，早知道把所有家当都装过来了。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能在暴躁大魔王手里捡回一条命，我可真是福大命大。我说你们魔域费这么大劲送下来的人，除了比常人修为更差，也没看出有何特别之处。这么久了还没休息，你只需知道，只有他能杀了司马娇。少公主有空在此处试探我，还不如想想如何利用她体内的蚀骨之毒，早日完成你我之间的约定。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度假在这儿补上了。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！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
难闻。走了。闹钟怎么没响呢？这花还怪奇怪的，晚上还会发光呢。那不是前几天被师祖打飞的妹子吗？不好，玉蓉蓉的本命之火熄灭了。喂！还好，他的魂魄还未散去。公主，我不是嘱咐过你事事小心，怎么这就死了？我死了？我就是看到师祖那里种了好多花，我想摘一朵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难道是日月幽潭？月公主，还好，仙府弟子都有一次脱生的机会，你还是早点做准备，送他去脱生吧。1天之内，命灯灭了2盏，师祖下手依旧如此狠绝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，会将仇恨转嫁到弟子身上。哼哼。你以为他会在乎这些弟子吗？他心里还记着与八大宫的旧账呢。当初我们的父辈……好难受呀！好难受！师祖，我好难受呀！师祖，师祖，把我身体里的这团火拿出来！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往日八大宫喝他的血，又让他在三圣山被关了500年，他的仇恨只会与日俱增。师祖对待他们尚且毫不留情，要是有机会直面我们八大宫，恐怕会更加为所欲为啊！殷公主说的对啊，哎，她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这。师祖有灵火在身，其实力远超各位。如果此时贸然挑衅师祖，怕是最后也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。如今师祖虽已练出灵火分身，但三圣山封印尚且稳固，师某还恳请各位切勿轻举妄动。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的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
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。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，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要杀你。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？给个痛快吧！第四不敢。这师祖是闭关闭太久，精神出问题了吧？不是。庚辰仙府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呀，送什么弟子进来侍奉？我看应该送医生进来给他治治脑袋。走开，臭狗子，别舔我！说兄弟，我细胳膊细腿的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吃了我反而塞牙。你想喝这个？早说嘛！您请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不太周到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清谷天的特产。只要有这青灵竹在啊，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青灵叶来。我平常都拿它当奶茶喝，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！这蛇怎么狗里狗气的？能把一条巨蛇养成忠犬，祖宗不愧是祖宗。哎，我这算是又狗了一天。我好难受，我好难受呀！我好难受。魔异的东西你也敢喝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你只不过是过去吃喝了2回，现在便替他说话了。世人皆贪婪，更何况是魔域之人，不是想夺灵火，就是贪图血凝华。他只是比旁人更会作为罢了。逆生石国，紫 A 月之宫的玉蓉蓉消失无踪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山里又只能进不能出，想回宫都不成了。师祖的脾性谁也琢磨不透，先别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如果我们当中有1人能够得到师祖的垂青，成为师祖娘娘，那我们天之宫便能一举成为8宫之首。司马娇果然如公主所言那般残忍无道，我们必须找出她的弱点，
早日杀了他才是。凤山灵火已与司马娇融为一体，如果司马娇死了，灵火也会熄灭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无法生发灵气了。我们如何修道？那血凝花是由灵火吸取司马娇的血长出来的，吃了血凝花和司马娇的血，我们照样能提升修为。你忘了公主说的话了？当年她得罪了司马娇，如若有一天她一个不高兴想要翻旧账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，还何谈修道？你们叫我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叶若灵，你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别忘了，你的族人还在公主手里。我已经给蛇兄安排上了，希望他今晚不要吵醒我，让我睡个安稳的觉吧。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儿？修仙之人也会痛经吗？太痛了，越来越疼了。明离不是说，这半生灵能牵引廖廷烨的蚀骨之毒吗？怎么他听到召唤之后居然毫无反应？这廖廷烨，莫非真的以为攀上了司马娇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的控制了？哼！好，我且看这蚀骨之毒，你还能挺过几回？蠢蛇，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
师祖。我怎么在您的殿内啊？演得不错，你竟敢利用那条蠢蛇，把你带到我的中心塔上。我猜可能是昨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我疼晕过去了，然后蛇兄担心我，他想让您救我，我没有想要麻烦您的意思。哎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不仅能止痛，还能增进修为，这世间无人不想要。不用算上我，我不太想要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别！我怕脏了您的手，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。哼，在这世上杀人，不需要冤仇，更不需要缘故。比如现在，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。你又能怎样？我不能怎么样，我也打不过你。你要我杀，可我偏不杀。日后换你来伺候。我啊，我先走了。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就不想杀我。庚辰仙府哪个人不惦记着我的血？要不是只有我能供养灵火，要不是灵火能滋养整个庚辰仙府，要不是他们打不过我，我早就被分而食之了。魔域一直想毁了庚辰仙府，熄灭灵火，应该杀了我才是。怎么，他不想杀我？今天过得这么惊心动魄，我这晚上肯定又睡不好了。真是可笑，真人之事问出来的答案不会有假。若他真无杀心，或许可以利用他一番。500年，新月夜。
师姑，我们在中心塔下日日等待，但这扇门从未为我们打开过。师祖他真的会见我们吗？难道你跟那些人一样浅薄？你要是害怕，你就走吧。不，师姑，我只是不知该怎么面对师祖。公主曾经说过，在这位师祖面前，试图掩藏自己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需要拿出最谦卑、最虔诚的姿态，将我们的心思都暴露给他。只要我继续坚持下去，师祖一定会被我触动的。蛇兄真是好心办坏事，我还没好好休息几天呢，又要上班了。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还请师祖收下弟子。真是个勇士，竟然主动要求去面对那喜怒无常的祖宗，怪不得人家能当领头大佬。这个思想觉悟真不是盖的，我要是能跟他换换就好了。嗨，你竟然还未死！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见到我都说这话，我才不死呢！我要苟活着。你若是想要苟活，就离这里远一点。我倒是想啊。这师祖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来上班也不给我个门禁卡，怎么进去啊？师姑，这小弟子恐怕不了解师祖的脾性，要不要提醒他？何必多管闲事？能在这么近的地方安全待着的，唯有你我二人。此人今日怕是要死在这塔下。师祖，我来上班啦！这怎么会？这个门是敲一敲就能进的吗？方才那个弟子是怎么进去的？不知道师祖会让我做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我日常的生活用品，我从乾坤袋里掏出来的。但是我不太会用灵力，我就只会往外拿，不会往里收。放下你那些破烂，跟我来。师祖，外面那个人是死了吗？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比起那些能一眼看透的贪婪，我更讨厌那些已经失去脑子和灵魂的傀儡，连杀他的兴趣都提不起来。那为什么？他太吵了，令我有些厌烦。嫌烦就要动手吗？这祖宗好疯啊！好累啊，这比挤地铁还累。走不动了。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看来这祖宗是闲得太无聊了，就想玩死我。以前上班至少还能做个人，来到休闲世界打工，却只能做领导的玩具了。你先打扫这层。
别说，这视野倒真挺不错的，就是师祖喜怒无常的，有点破坏上班体验。不过，在这高塔里独自闭关500年，性格变扭曲了，也不奇怪。师祖，你看我多努力啊，干活呢。师兄，是你呀！我以为老板来查岗呢，吓我一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吗？还是师祖他又怎么了？刚刚就是他把我丢在这儿，也没跟我说个上下班时间啥的。啊？你要直接带我去找师祖吗？若不把他封印，定会屠灭整个邪府。灵火已与他融为一体，只要留他一命，给我们提供灵气即可。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，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戕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饶命啊！我什么也没干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。师祖，我灵力低微，帮不了您，要不我先下班了哈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师祖，您是不是发烧了？我给您探探。紧紧握，彼岸闪烁，让你我烙下份炽热，迷离不愁，鸳鸯执着，凝结成琥珀，望着眼前的叶落，借一笔水墨。师祖，您听我解释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，我绝对没有半点要冒犯您的意思。他竟然能缓解灵火带给我的灼烧之痛。